我们要吃涮羊肉了！哎呀，好烫呀！金色光芒。时隔4年，我再次来到了北京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将和宝剑嫂一起分别进入吃和逛。感觉我们在合拍，但又没几个同框的画面，可能我们在拍一种很新的合拍。2个湖南人来到北京，首先要吃的自然是安徽人推荐的过桥米线。哎，显示我们已经到了呀！实景图看一下，美食城1楼。这是一间藏在美食城里的小铺面，位置并不显眼，但足足开了39年，上过电视20多遍。84年做到现在，当时小伙子现在都成老头了。难怪助理小姐姐从初中吃到了大学毕业。而店里的招牌嘛，就是这碗清清淡淡的鱼丸米线。吃2口，酸菜不够，汤不够，都可以免费添的啊！好嘞，吃好为止啊！谢谢爷爷。不用客气，我那有辣椒啊。那我要加点辣椒。这个辣椒辣吗，爷爷？不辣，不辣，那我来2勺。才怪！啊！你容我把话说完了，你看我还没说完，你这就放进去了。没事儿，我能吃辣。走了。一会儿哭的时候问我要餐巾纸。不可能。1碗鸡汤，6颗鱼丸，2勺酸菜，外加一颗长得很像鱼丸的鹌鹑蛋。这和我印象中的云南过桥米线不太一样啊。米线脆弹偏硬，鸡汤清爽不腻，酸菜开胃过瘾，辣油微辣刺激。起床吃一碗这个太舒服了。鱼丸外形不规则，我猜它是手工做的，个性很调皮，和滕大爷一样调皮。质地很饱满，入口很 Q 弹，淡淡的鲜香，微微的回甘，就像像块的玉米做的一样的。哇，你怎么过来当美食博主啊？米线的浇头比较普通，米线的味道也很朴素，但它为什么能屹立39年呢？据说大爷最早在夜市摆摊的时候，买米线的队伍就能排出上百米，后来夜市整改，档口几经搬迁，但生意还是火爆如初，因为米线还是鸡汤鱼丸加酸菜的老味道，所以客人还是那些吃了20-30年的老街坊，掌勺的还是那个爱开玩笑的老大爷。我猜食客们眼中的大爷，或许还是那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，大爷眼中的客人们，应该也满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旧模样吧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吃到后面居然是有点辣的。你看我这个嘴巴，其实已经没有口红了，你看。那种的。噔噔。哎，放那就行了是吧？好嘞。本来想跟他炫耀一下，说我把它吃完了，也没问他要卫生纸，因为嫂子有卫生纸。为什么你喝出了一种女侠喝酒的感觉？既然是女侠，自然要大口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所以我决定带嫂子去尝尝地道的涮羊肉。好吃的涮羊肉，首先选料要精，盘成圈的后腿肉不仅嫩，还有嚼头；戳成串的瓜条肉足够瘦，还切得厚。第2，调料要香，除了浓郁的麻酱，我还习惯加点辣椒，增加新腔。至于香菜嘛，喜欢多加一点点。你呢？第3，计时要准。好嫩，闻到好像没熟。完全没熟，20秒不够，他写的30秒。绵羊温馨提示：多涮个几秒会更佳。保熟。天啊，我吃了3块生羊肉，我今晚不会拉肚子吧？我不会在潘家园找不到厕所。确实找不到厕所，但只是因为尿急。看来我的肠胃还可以，只是因为不熟悉地形，绕着潘家园跑了大半圈，上了厕所直接迷路。本来离关门就只剩1个半小时，等我找到嫂子的时候，摊主都开始收摊了。我迷路了，我围着这里包了一整圈。我在这里买了2葫芦了。哦，你买到了，看看。这个在网上面要200-300块钱，我在这几10块钱就买到了。真的？但是他们2个为什么这么像粑粑嘞？啊！潘家园是全国最大的旧货市场，其实在这里是可以好好逛一逛、淘一淘的，但最好周3或者周5的晚上去，不但营业到0点，而且摊位也更多。
3点钟了，我们还没有吃早饭，因为我们昨晚聊天聊到凌晨4点。不过晚起也有晚起的好处，比如去吃人气火爆的牛肉面都不要排队。这是一家著名的清真餐厅，每天要炖几百斤的牛羊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面条和浇头是要分开点的。我们点了2碗素面、半斤酱牛肉、1份小碗肉，以及1块钱一碟的当天现制辣椒油。哇，太完美了！你们猜我会先从哪里吃起啊？面条很稀糖，而且分量足，猛吸几口都不见少的。难道北京的面条也会自我繁殖？而半肥半瘦的酱牛肉，肉炖得很烂，肉缝中不断溅出浓郁的咸香，分不清是酱还是汤。肥肉足够糯软，轻轻一含就溢出醇厚的汁香，从口腔涌进了鼻腔。唯一的遗憾，因为辣椒怎么一点都不辣，就是香。小碗肉则比较紧实，略微塞牙。我更推荐酱牛肉，真的很好吃。只是刚吃完早饭，天就快黑了。原本去天坛的计划估计要泡汤了，才怪！网上说天坛祈年殿夜间会亮灯，夜景无敌棒，拍照超级美。我这里可以看到一点点啊，就在这里看看吧。如果能够让我录到它开灯的样子就好了。礼拜6开灯，只有礼拜5和礼拜6开灯，节假日也开。原来不开灯啊！今天等多久都没有用的。寂静的夜，无事可干，回到酒店继续聊天。果然不出你所料，我们一聊就聊到了第2天的5点。一觉醒来又到了下午的3点，直接去我那个吃货姐姐吐着血推荐的羊蝎子火锅老店。她说她每次来北京，再忙再赶也要过来吃上一口，到底有多好吃呢？只可惜嫂子不太能吃辣，湖南人最后的妥协就是点稍微有点辣可以。微辣的怎么样？你看这满锅雀跃的飘零，溢着香，滚着泡，飘着烟，冒着气。哎呀，好烫呀！这块羊蝎子跟我长得好像啊！看着他满脸写着开心，善良的我，眼泪从嘴角不住的流下，小啃一口，口感像羊绒般软柔，且辣味不重，鲜香似豆浆般醇厚，但不腻不油，肉质紧粘住羊骨四周，只需轻轻一嘬就脱落，羊肉被汤汁完全浸透，几乎一点膻味都没有。果然最美不过骨边肉，只是光啃一圈还不够，千万别忘了这条小舌头，是一整根软嫩的骨髓，滑滑溜溜，润润油油。请你长按住点赞，不要手抖。北京烤鸭这道名菜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元代，当时的烧鸭已小有名气。到了明代，烤鸭被引入宫廷，成为皇家珍馐美馔。清代时，随着挂炉烤法的发明，烤鸭不仅外皮酥脆，肉质鲜嫩，还逐渐走入平民百姓的餐桌，成为京城的代表菜。北京的美食不仅是味觉的享受，更是古老都城的记忆缩影，每一口都是在践行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。